很多新加坡人每天挤地铁，却不知道下一轮财富变化可能已经悄悄写在地下。因为在这里，一条新地铁线的意义，不只是让你少转一次车，而是可能重新定义一个区域未来20年的价值。2026年3月这场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，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是哪一个地铁站今天又挤爆了，而是 LTA 把新加坡未来20年的城市骨架提前摆到了所有人面前。十里达线、登嘉线，再加上玉廊区域线西延段，官方已经宣布将在今年启动全面工程与可行性研究。这个信号比任何一条短期巴士加班次都更重要，因为新加坡一直遵循一个逻辑：基建先规划，人口跟进，资产重新定价。很多人听到启动研究，第一反应可能是那还早得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阿明想告诉大家，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，真正的赢家往往不是等地铁开通的人，而是提前看懂规划方向的人。如果你住在石龙岗北、盛港西或者西部几个新镇，你每天的通勤压力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。所以这一次真正值得看的，不是哪一年能够坐上新线路，而是哪一些区域从2026年开始已经被正式写进下一轮城市升级和价值重估的名单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来看，十里达线和登嘉线为什么不是简单增加2条轨道，而是在重新改变未来谁离机会更近，谁又可能被时代甩开。先看十里达线，它如果按目前公开的规划意图推进，本质上不是补一小段空白，而是在中北部到南部之间再打出一条新的地下主干道。北边可能从雾兰、38旺一带起步，经过十里达航空园，往下切进盛港西、石龙岗北，再穿去黄埔、嘉冷，最后进入市中心和未来南部滨水区。你把这些点连起来，就会发现它专挑现在最别扭的地方下手。盛港西和石龙岗北的问题，很多住那边的人太熟了，楼很多，人很多，但进主干地铁网这一步，长期还是要靠 LRT 或者巴士去喂给东北线，结果就是后港、石龙岗这些转换站天天替整个片区扛压力。十里达线如果真的从这些高密住宅区下方穿过去，它的意义不是多一个站名，而是直接把原本绕路、挤压、二次接驳的通勤链条砍短。LTA 在初步评估里提到，部分北部和东北部居民未来前往市中心或南部工作节点，车程最多可缩短40分钟。这个时间差会直接改变你愿不愿意住在那里，也会改变雇主眼里哪些片区算通勤友好。再看西部，登嘉线和玉廊区域线西延段处理的是另一种问题。西部不是单纯缺住宅，它是住宅、工业、教育、生态新镇同时叠在一起，路网必须一次做大。登嘉本身规划了大约42000个住宅单位，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新一代市镇之一。LTA 在2026年3月已经说明，受供应链和建筑成本等因素影响，玉廊区域线第一阶段通车时间会往后顺延半年，调整到2028年中。这对已经入住登嘉或者准备入住的人来说，阵痛非常真实。也正因为这个压力已经摆在眼前，政府这次不是只说抱歉，而是同步加码。LTA 宣布会在登嘉山景区增设一个新的 JRL 车站，代号 JS2A， 位置就在原本 JS2 和 JS3 之间，目标是在2030年代中期启用。短期过渡也有动作，从2026年3月8日起，97和 97E 这些快捷巴士线路已经被拉出来，直接接去拉布拉多公园、港湾和 CBD， 先替西部居民止血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单线建设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西部正在从新区升级成真正能承接人口和就业的完整路网。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一个研究启动了，大家却还要等10几年？这里面不是拖，而是新加坡地铁工程本来就按极慢、极准的节奏在跑。很多人听到2026年启动研究，第一反应是，那是不是2030年前后就能做上？大概率不行。新加坡一条全新的地铁线，从研究到开通，走15年很正常。第一步是可行性和工程研究，通常就要2到3年。这里最关键的不是画地图，
而是做地质勘测。新加坡地下条件很复杂，有旧冲积层，也有加冷地层，硬的地方和软的地方，施工方法完全不同。工程师要先知道哪里能深挖，哪里必须绕，站点出入口放在哪，换乘怎么接，才谈得上后面的设计。如果这一步做错了，后面不是超支，就是延期。第二步是法律和环境程序，大概还要1到2年。路线一旦定得比较清楚，政府就可能启动土地征用程序。与此同时，涉及集水区、历史保留区或者敏感地带的部分，还要做环境影响评估。因为地铁不是只在地下安静地穿过去，几十台设备长时间作业，会不会影响地面建筑、排水系统、生态环境，都得先算清楚。第三步才是大家最容易看见的主体工程，也是最烧钱、最漫长的阶段，通常6到8年起跳。盾构机进场之后，才算真正进入硬仗。问题是，新加坡地下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，新的线路往往要从现有地铁线下方、旁边，甚至非常有限的缝隙之间穿过去，而且不能影响正在运营的主干系统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不停电、不停业的状态下，给一个已经很满的地下城市再加一层立交。最后一段是系统集成和试运行，还要1到2年。隧道通了，不代表能载客。信号系统、第三轨供电、站台木门、通风、消防、疏散，全都要一项项装好，再跑长时间无客测试。只有通过 LTA 和相关安全认证，才会正式开战。所以2026年启动研究，不是空话，但也绝对不是明年就来。你越理解这个周期，越不会被市场上那种地铁马上就到的说法带节奏。接下来我们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真正值得警惕的，不只是哪里会受益，而是谁会在 LTMP 2040的目标里慢慢掉队。新加坡的2040陆路交通总蓝图讲得很清楚，目标是20分钟市镇，45分钟城市，而且到2030年代末，要让全岛80%的家庭步行10分钟内到地铁站。铁路网也会从现在230多公里扩到接近360公里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反应是利好，全岛一起涨。但问题没这么简单，80%家庭进了地铁红利圈，意思也很直接，还有20%进不去。真正残酷的，不是别人变好，而是当地铁便利变成全岛新常态之后，不便利就会从缺点变成惩罚。过去一套房离地铁远一点，也许还能靠开车、靠巴士、靠价格便宜来弥补。可是，在 COE 长期高位的环境里，普通家庭用车成本已经不是顺手买一辆代步车这么简单了。这样一来，房子能不能快速接上主干地铁网，就不只是住的舒不舒服，而是资产流动性的问题。未来，如果一套房既不靠近10里达线、登嘉线，也没有成熟轨交网络托底，它在转售市场上会越来越吃力。买家会问得很现实，孩子上学怎么走？去 CBD 怎么走？换工作怎么走？老人看病怎么走？只要这些答案都不顺，议价权就会一路往下掉。所以我不太认同那种所有房子都会跟着基建一起升值的说法。更准确的判断是，地铁网络越完整，非地铁房的折价逻辑会越清晰。新加坡未来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会更集中。那普通家庭到底该怎么做，才不会站错边？先说住在登嘉和其他新镇的年轻夫妻，如果你现在因为交通不方便，或者看到 JRL 延到2028年中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买错了，先别急着用最差的情绪做最贵的决定。JRL 延期是真的，短期辛苦也是真的，但 JS2A 追加站点和登嘉线启动研究同样是真的。这说明西部不是被放着慢慢涨，而是国家层面准备做第2轮加密。你现在承受的阵痛，本质上是在替未来更完整的路网提前排队。如果是自助型 BTO， 没有现金流危机，不要轻易因为眼前不方便就低价脱手。再说手里已经有100万祖屋，准备升级的中产，你们要看的不是现在最热的站旁项目，而是那些人口密、生活机能成熟、
但因为暂时没有直达地铁而被压住估值的片区，盛港西、石龙港北、黄埔这些地方都值得盯。逻辑很简单，基建一旦明确写进研究名单，市场会先怀疑，后定价，最后追价。真正有空间的，往往就在前两段。前提是你的资金链要撑得住10年以上，不是买了2、3年就想靠消息兑现。最后给所有人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提醒：新加坡基建很稳，但它从来不快。研究启动不等于马上开工，开工不等于很快通车。你千万不要因为听到未来有地铁，就在今天用高杠杆去借一个已经把远期预期全算进去的高价房。普通人最怕的不是错过，而是现金流先断。看懂蓝图很重要，但比蓝图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活到蓝图兑现。好了，你也可以现在打开手机地图，看看自己家的邮区，到底已经在那80%的圈里，还是还在外面？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想看我下一期继续拆哪一段新加坡基建，直接留言给我。